靠打小钢珠就能够衣食无虞，吃的喝的都有，甚至能够赚钱。Pachinko 呢被认为是充满日本特色的娱乐文化，在日本的发展有将近100年的历史。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日本的 Pachinko 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在日本的影视作品当中呢，常常会出现穿着颓废、目光空洞，坐在机台前面打小钢珠的人，或者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地铁附近或是闹区，总是时不时会看到1、2间五光十色的 Pachinko 店，门外呢可能还会有人排队等待入场。这些充满一排又一排小钢珠机台的 Pachinko 店呢，在日本有超过90年以上历史，也被认为是具有日本特色的娱乐活动。那虽然在其他娱乐活动的竞争之下，以及疫情的影响之下，Pachinko 的店家还有玩家数量都有逐年的下降。但根据调查，2020年时依旧有9000间左右的 Pachinko 店分布在日本境内，而到了2020年，它仍然有破上千亿美元的市场规模。而在2021年呢，富比士的日本富豪的前50名当中，也有4位是经营 Pachinko 相关事业的老板。为什么在日本 Pachinko 可以发展成如此庞大的产业？ Pachinko 的魔力是什么？为何让日本人如此着迷？而这样的着迷又带来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呢？在开始认识日本的 Pachinko 文化之前，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大家有想要带水壶出门却因为包包塞不下而放弃的经验吗？你可以考虑这款能够卷起来塞进口袋的 Poto 口袋水壶，让你随时想喝就喝，外出带水时呢能够有更轻松减速的选择。水壶的重量只有3支药纸那么重，而瓶身的体积呢，也可以随着需求变大变小。对喜欢背小包包或是不太喜欢带太多东西出门的人来说，超级方便。而且水壶内部呢可以翻出来清洗，使用上面呢也不用担心发霉啊、发臭，有弹性的材质，不怕摔，很适合呢会手滑的朋友使用。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网址了解一下吧。Pachinko 也叫做小钢珠是一种具有娱乐跟赌博成分的机器，而目前普遍认为这是1920年代时从西方国家引入日本的弹珠台游戏机所改良而来的。这种弹珠台的游戏机有分平台式的，还有直立式的形式，也是现在 Pachinko 店当中常见的类型。那它为什么会叫做 Pachinko 呢？这是因为在打小钢珠的这个撞声词呢，在关西腔的发音呢，就是类似像这样子，所以后来这类的游戏机呢，也被称之为是 Pachinko。而大约在1930年代时，名古屋开设了第一间专门店。一开始这类游戏所获得的奖品大多都是给小朋友的糖果啊，还有零食。但因为越来越流行，兑换的商品当中增加了香烟这个选项，普遍认为这也是 Pachinko 开始走向成人化娱乐的原因。在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因为日本政府认为 Pachinko 不是必要产业，为了集中资源，他们禁止了 Pachinko。但战争结束之后 ，Pachinko 不仅恢复生机，还进入了最蓬勃发展的时代。据说整个产业最蓬勃的时候，全日本有超过将近5万间的店家，而游戏机台也不断的推陈出新，并且开始强调玩家的游戏技术，随之而生的就是出现钻研这项游戏的专业玩家。不仅如此，1950、60年代还推出了结合拉霸机的形式，而 Pachinko 的机器呢也进化成可以连发式的机台。而在接下来的20年间 ，Pachinko 逐渐发展成了日本庶民娱乐的文化。根据统计，1997年全日本有2310万的玩家人口，大约每6个日本人就1个是 Pachinko 玩家。那虽然目前 Pachinko 的市场规模已经无法和90年代相比店家还有玩家数都大约减少了1半左右，但就算是现在 Pachinko 依旧被认为是充满日本特色的娱乐文化。许多外国的游客到日本旅游时呢，都会想要进到店里面试试手气，体验道地的日本风俗，甚至某些在介绍日本观光的网站上面呢，还会制作外语教学手册，提供旅客呢打小钢珠的建议。所以这些手册都写了些什么呢？在进到 Pachinko 店之后呢，首先就是要选择机台，但是在选机台的时候呢，有2件事情可以注意。第一个就是换珠子的价格，一个珠子通常会有1元到4元日币的价格，而另外一个就是中奖的几率，通常是从99%到399%之间，而中奖几率越低的，就越有可能开出大奖。那当然，这些几率呢都是长期的平均值，如果只玩个1、2次，结果就很难说。而有了小钢珠之后呢，玩家又运用机台右下方这个旋转钮控制
制弹射力道，让小钢珠打进正中间的洞。只要小钢珠掉进洞内呢，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抽奖机会。而等到结束游戏之后呢，需要请服务人员去计算最后的小钢珠数量，依照顾客最后赢得的小钢珠数量，就可以兑换相对应的景品，也就是所谓的奖品。不过，虽然 Pachinko 被认为是日本特色但这样的日本特色呢，却不是很正面。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 ，Pachinko 店呢，除了五光十色、音乐很大声、烟味密布之外呢，还有很多的这个黑社会人士穿梭，感觉就像是赌场一样。日本的赌博明明是违法的，那 Pachinko 合法吗？目前根据日本的法律，赌博被认定对于国民的身心健康和经济有不良的影响，所以除了特许的6种类型，像是赛马、竞艇、自行车竞轮，还有这个摩托车竞赛以及运动彩券及乐透之外，其他都属于犯罪的行为。那虽然Pachinko店能够顺利的开店以法律的层面来说，它当然就不算违法。不过精确一点的来看呢，它其实一直处于法律的边缘地带。刚在介绍Pachinko的游玩方式时呢，有提到游戏结束之后，这些赢来的小钢珠能够被兑换成相对应的景品。而在法律的认定当中呢，如果这个景品是金钱，那就构成了赌博。所以Pachinko店家呢都不会把最后的小钢珠或是代币让顾客换成金钱，而是零食、饮料或日常用品，例如洗衣粉等等。但是也有所谓的特殊景品，这个特殊景品呢是一个装有金子的透明塑胶盒。通常呢Pachinko店家附近都会开设景品交换所，只要去到那边呢，就能够将这些特殊景品换成现金。而由于是否要将景品换成现金呢，是玩家自己决定的，而且兑换的过程当中也并非在Pachinko店中进行。所以虽然大家心知肚明Pachinko是变相的赌博行为，但过程当中并没有违法。那也因为许多的店家都有这种特殊的兑奖方法，这种类似于赌博的行为也导致了许多的社会问题。Pachinko具有庞大的市场规模，而它换金的机制会衍生出许多的问题。比较小的，像是有店家呢会恶性调整机台的中奖率，也有客人呢会使用伪造的这个储值卡想要诓店家。而严重一点的呢，那些换钱机制的背后所造成的特殊金流或是经济效益，也直接导致了特殊势力或是暴力集团常常会介入Pachinko店的经营。因此，Pachinko事业总是容易和犯罪问题连结在一起。除此之外Pachinko造成的最大社会问题呢，就是 Pachinko 依存症。根据2017年的官方统计呢，当时Pachinko依存症的患者预估至少有200万人，相当于Pachinko总参与人数的1/6。在日本，有些人会将打Pachinko当成是事业在经营，以此为生。而专职的Pachinko玩家其实并没有想象当中的轻松，收入也不稳定。有更多的人因为沉迷于打Pachinko而出现了赌博成瘾的问题，被称之为是Pachinko废人。而除了财务上面的损失或是与社会脱节之外，也造成了许多的憾事，例如因为父母亲过度着迷而产生的忽略照顾事件，像是小孩呢被遗忘在车中导致拖累死亡的事故。这些事故发生之后，震惊了日本的社会，很多的学者还有研究机构开始讨论这些现象之后，发现问题其实非常难解。在相关的研究中指出呢，Pachinko成瘾的背后有非常复杂的因素。第一个就是店家为了要让这个玩家呢能够不断的被吸引前来，在机台的设计、奖励机制还有商业行销上面都有相当多的规划。例如机台本身的设计会运用声光效果刺激玩家的感官，而中奖时额外的 bonus 还有几率调整，不断提供赢更多的可能性，让玩家无法停止。有些店家会和动漫、偶像公司联名推出特定的机台，有些店家为了吸引女性玩家，会提供免费的咖啡、冰箱服务，让出门采买的家庭主妇可以暂时把她买的菜放在店里面保存。而探讨毒瘾问题智慧代表理事田中纪子呢认为日本存在着一种不论在哪都能够赌一把的环境，像他自己就属于赌3代的受害者，从祖父、父亲和老公都患有赌博成瘾。而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亲戚相聚就常常会打牌玩麻将，所以他被这个赌博是很自然的事情给影响，渐渐的自己也投入其中。他强调跟自己有相同情况的人并不在少数。而另外，因为Pachinko游戏本身就有非常浓厚的赌博性质，这种说不定下一次就能够全部赚回来的心态，让人试过之后就很难完全的抽离，有的时候甚至去借钱也要继续跑去打。
2017年，日本官方统计发现，日本有赌博成瘾症的人高达了 3.6% 以上，而这个数字比欧美国家的 2% 还高。有人认为，日本文化当中强调耻感文化和自我负责的思维，会让很多人拒绝承认自己有成瘾的问题。就算发现自己有成瘾，也不太会向外求助，外人想要强行介入也非常的困难。最后多半还是家人帮忙解决财务问题，造成了很多的悲剧。目前，日本民间已经有许多的组织在协助赌博成瘾的患者，而几个大型的帕金狗企业呢，也组成了康复网路，提供患者相关的资讯。那如果有机会介入，目前主要会透过咨商还有药物辅助的方式，协助他们慢慢回归正常的生活。在咨商的部分，会想办法呢，先让当事人意识到他现在的状况，例如已经成瘾了、债务有问题等等。接着就是和他跟这个陪伴者一起厘清导致成瘾的原因，并设定一些改善生活的方式。有些还会成立自助小组，让成瘾的患者们呢，可以互相的定期支持鼓励。那在过程当中，患者可能会遇到一些情绪问题，所以这个部分呢，就会透过药物的方式减缓他们的不适，慢慢的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当中。在进入观点以前，我们要先特别感谢志毅机器的所有会员，因为有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制作这种非常有可能会被黄标的主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那话说回来如果大家有去过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应该都会觉得，如果不去赌场玩玩看，好像就觉得没有去过拉斯维加斯的感觉。同样的，到了日本，如果想要体验日本大人的生活，除了某些风俗产业，帕金狗店呢也是一种选择。但这边呢，我们还是要老生常谈一下，建议大家呢还是抓一个预算范围，只要把这些本金用完，不管最后是输还是赢，用完之后呢，就要离开帕金狗店，因为上瘾很可怕，而且帕金狗产业所创造出来的亿万富翁，没有一个是玩家，都是老板。最后，这次我们在研究这一题时呢，也很好奇说，台湾也有帕金狗产业吗？答案是有的，不过能够查到的资料并不多，所以如果有比较了解的观众，欢迎在底下分享给大家哦。那最后想来问大家，如果你今天有机会玩玩看帕金狗，你会想要尝试吗？当然会啊，说不定人生就提早退休了。比虽然很想玩，但帕金狗店有点恐怖，我还要再考虑一下。所以这种东西呢，一定要开始就停不下来，我还是先不要。第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日本的帕金狗文化。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澳门赌场以及台湾的签赌文化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